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被称为西安事变。消息传至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党内多数同志的第一反应是激动且解气。蒋介石长期推行党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展开多次围剿，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许多同志都对他怀有深切的仇恨。加之蒋介石此前在抗日问题上态度顽固，坚持内战路线，不少人认为留着他始终是党和国家的祸害。就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最初也倾向于出蒋。在事变次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罢免其职务。此处的出蒋并非只将其处死，核心是剥夺其统治权力，交由人民评判。然而仅数日之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便发生明显转变，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事变，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这一转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外部因素与深刻的内部战略考量。从外部因素来看，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3天，苏联真理报迅速发文，指责张学良的行为擅自行动，甚至推测事变可能是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苏联之所以如此表态，核心顾虑在于担心西安事变引发国民党内部混乱，进而导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这会间接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一旦日本侵略者趁机全力北进，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将受到直接威胁。因此苏联迫切希望蒋介石能够存活，避免中国局势进一步失控。此举既是为了撇清与事变的关联，也是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的间接警示。需要明确的是，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杀蒋是迫于苏联压力的说法并不准确。共产国际确实在12月16日向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明确表达了不建议处死蒋介石的立场。但由于电报传输过程中出现乱码，中共中央直至20日才成功译读这份电报。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18日前后就已开始转变。这一决策更多源于自身对国内外局势的精准研判与战略考量。内部考量主要集中在3个关键方面。其一，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蒋介石被扣留后，以和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趁机蠢蠢欲动，企图以救蒋为名，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处死蒋介石，从而夺取国民党的最高统治权。与此同时，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也第一时间通电全国，明确表示若南京政府借机发动内战，桂系将即刻出兵北上抗日。倘若蒋介石在事变中遭遇不测，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必将愈演愈烈，中国国内局势会陷入更大的混乱，这与团结抗日的大局背道而驰。其二，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当时红军、东北军与西北军的总兵力相对有限，而南京国民政府仍拥有80万中央军，其中蒋介石的30个嫡系师已部署至平汉、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可能向陕甘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反扑。在这样的兵力配置下，仅依靠红军与张、杨两部的力量，很难有效抵御南京政府的军事进攻。内战一旦爆发，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中国的抗日力量。其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日本侵略者作为最高战略目标。尽管蒋介石此前的所作所为令人痛恨，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与其让中国继续深陷内战泥潭，消耗抗日有生力量，不如借西安事变这一契机，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选择。基于以上全面且冷静的分析，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指示其主动与南京方面接触，明确表达中国共产党愿意出面调解事变的立场。随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和平解决条件，包括改组国民党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等核心主张。与此同时，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积极开展斡旋工作。他与张学良、杨虎城反复沟通，阐明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意义，同时主动与南京政府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进行多次谈判，就释放蒋介石的相关事宜达成共识。最终，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他也公开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关键转折点，标志着国共两党10年内战基本结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回望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后的决策始终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核心杀蒋还是联蒋，只是策略层面的选择，其根本目的始终是推动国共合作，凝聚民族力量，共同抵御外侮。